这栋别墅的一圈刚开始是这样的，现在变成了这样。你们觉得修得漂亮还是不漂亮？帮着户主人家修这个别墅的挡土墙，前后后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，才把这个挡土墙做完。不是因为我磨洋工，而是因为天气经常下雨。挖机在这里待了半个月的时间，差不多完就完了7、8天。今天是在这里正式干活的第5天，第1天和第2天只花了几个小时，修毛路第3天、第4天，加宽马路边上的薄坎挡土墙。今天是第5天，终于开始给这户主人家他家院子边修挡土墙了。最大的工程量就是院子边上的这个挡土墙。我把院子边上的挡土墙挖出来1面之后，然后我就把这个石头挖到旁边，让这些工人师傅做了1天，就休息了1天。等他们做了1天之后，我又来把这个挡土墙里面这些空隙的地方，用这个泥巴来给它回填，然后再用挖机斗子给它拍紧。做1节挡土墙起来，咱们就给它拍1节拍1层，这样的话以后它就不会下沉特别的多。把挡土墙里面空的地方用泥巴填了之后，我又开着挖机来配合这些工人师傅搅拌这个混凝土砂浆。你们看，如果是人工搅拌这个水泥砂浆的话，没有2、3个小时，可能他们2个人都可能搅拌不好这个水泥砂浆。但是我用挖机呢，花不了多少时间就把这个水泥砂浆给它搅拌好了。搅拌好了之后，我又用斗子直接给它把它挖到挡土墙的里面。这样的话，这些工人师傅呢，直接就可以铲着用了，把水泥砂浆放上去，再把这个石头给它挖上去。趁那些工人师傅做挡土墙的时候，我又来把马路旁边这里加宽的挡土墙里面这些空的地方，又用土给它把它填起来。土堆满了，再用这个挖机斗子拍一拍啊，给它拍紧压实。这样的话，他们在做挡土墙，我的挖机也有自己的小活干。我的挖机没有活干的时候，我就熄了火，停在边上了。导致我干了半个月的时间，差不多这个挖机在这里才干30、40个小时。所以说，朋友们，你们千万不要再说我磨这个东家的洋工了。不是我愿意在这里待这么久的时间，而是因为下雨天又多，还有呢，这个活呢确实也做不起。这个小时我在这里干活呢，本来就计小时的，像没活干的时候就把挖机这样停着，静静的看这些工人师傅做挡墙。做挡土墙的师傅把那个挡墙做起来1点之后，我又到这个旁边取土过来，扔到那边去。这户主人家的邻居呢，也特别的好客，他知道我没有吃早餐，特意给我煮了1碗泡面过来。他说年轻人不能饿着肚子，让我一定要把这个早餐吃掉，之后的话再干活。其实我自己开挖机，早上的话很少有吃早餐的习惯，不过人家都端来了这份心意的话，还是不能辜负人家。吃好了面之后，我又来把这个以前挡土墙里面的石头给它挖起来。因为这个石头的话，这个东家后面还用得上。就在我选石头的时候，东家的儿媳妇走了过来，给那些做挡土墙的师傅1人发了1包烟，顺便也给我发了1包。你们看我的活一定是干得非常的漂亮，东家的儿媳妇每次过来都笑脸相迎。现在已经来到挖机在这里干活的第6天，做挡墙呢缺少石头，没有石头用了。这户主人家呢又叫这个红色的货车师傅呢拉着大石头来。你们看这边的话，经常下雨，导致这个地面都还是湿的。我用挖机把泥巴给它刮到一边，然后就等着这个师傅呢，把大石头倒在那里，货车师傅把石头倒在那里，我又把挖机开过来，再把这些石头一斗一斗的给它运到挡土墙上面。我把石头直接挖到上面，这个做挡土墙的师傅呢，就能够直接从旁边抱着就做挡墙，这样的话也会省心很多。刚好现在这个修别墅的这户主人家呢，也来到了现场，我就让他看着我把这个挡墙的基础呢，再给他挖出来，要挖进去多少，还有留这个路边留多少，都让他看着我挖。这样的话后面就不会扯皮，看着挖呢，他也能看着挖的满意。没有花多久的时间，这个挡土墙的基础呢，也被我给他挖了出来。你们看一下这个挡墙基础感觉怎么样？挡墙基础挖出来了。之前那1车石头呢也用的差不多了，主人家呢又叫这个大货车又拉了1车石头过来。货车倒石头的时候，他的车门抵在石头上面倒不下来，然后我又连忙把挖机开过来，帮他把这个车门搞一下。石头倒下来，我就把这种大一点的石头直接给它放在薄坎基础的下面，
这样的话，以后他这个挡堵墙呢更结实。这个工人师傅呢就指挥着我，这个石头应该怎么摆怎么放。转眼差不多也来到了第7天，这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。虽然说挖机在这里干了7天的活，但是现在的话才干20多个小时。这个活，你们说如果你是东家的话，划不划算？刚好外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活，所以说挖机呢就停在这里，配合这个主人家打杂。挖机到这里干了1个礼拜的活，做了2根挡堵墙，总共才干了20多个小时的时间。你们说这户主人家划不划算？